大的玩着过瘾不方便，小的玩着方便不过瘾。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不大不小刚刚好的小怪兽。大家好，我是小李。本期视频我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加新的第一辆大比例速度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原厂给配备了哪些东西。除了万年不变的遥控器以外，还有需要玩家自己去安装的抬头轮，以及几个备用的小配件和小工具说明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辆车是不带电池的，需要我们自己去配备 3S 或者是 4S 的锂电池。这辆车的外观它并没有给我特别眼前一亮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大脚车都长得这样吧。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脚车型。然后呢，但是有一些小细节我还是需要提一下的，比如说它这个前面的进风口，还有顶部的防刮条以及尾部的防刮条。更好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是它这个快拆的车壳卡扣。然后呢，另外侧边这里的话，因为很多人可能玩车的话，车壳侧边也会烂的比较多，这个它有一个防护，这些小细节我还是觉得非常不错的，值得去夸奖。然后我们打开车壳，就是把这个开关给它掰过去之后，一提往后一拉，哎，有点紧啊。然后内部的情况就暴露在我们眼前了。打开车壳，看到内部的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4个字：傻大汉粗。哪儿都大啊！这电机很大，这个关节也很大，然后传动也很粗，拉杆也很粗，就是整车给你看起来就是非常憨实的感觉。但到底是真的结实还是外强中干？等我操完之后再给你们反馈。然后它的这个结构设计也是比较合理的，一边的话都是电射舵机、电条、电机，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留出了足够大空间的一个电池仓，可以轻松的放进去 4S 5000毫安的电池。当然，你要是放更大的，还是有余量的啊，不用为了去选电池尺寸而焦头烂额。经典的现在很多车都有的这个横杆设计啊，这个你可以没有，你可以没有用，但是你不能没有啊，这玩意儿。当然，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是很有用的啊。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它这个大尼龙底盘，想要吐槽的时候，我来给你解释解释为什么要用尼龙的呢？因为这辆车的话，它已经是料很足了。我现在拿着这个感觉就沉甸甸的，用这个尼龙底盘的话，重量会减轻很多。然后呢，它这个尼龙底盘啊，它这个尼龙非常有韧性，它不是特别脆的那种啊，尼龙它很有韧性。这个的话，它可以保证我们在这个飞坡啊什么的时候，它能有一个缓冲，就是车身也起到一个柔性的缓冲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避震方面的话，我感觉它这个原厂的阻尼油好像有点大啊，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调节一下它这个避震器的阻尼，因为现在落地的话，它明显有一点太硬的弹跳的感觉。对了，还有全车的螺丝更换了内六角的。上回有谁说那个如果还是10字螺丝他就不买的？内六角了啊，你赶紧买。前后都有这个加强的金属片啊，摆臂都是实心的，反正整车看起来真的就是挺憨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电射。首先，这个车的电机它配的是3970的一个无刷电机，就是直径39，长度70毫米这么的一个规格。像正常一般的话，实车大脚就出厂给你配个3660，你就玩去吧，就算给你配的大的了。这直接好家伙给你上了个3970，就是比实车的常规动力要大很多，然后比8车的动力稍微小一点。就肯定是很暴躁的一个电机了，这个等我实测啊。然后呢，电条这一面的话是100安的一个无刷电条，并且这个电条是支持你用这个蓝牙去调节它的这个参数的。你想调节它的这个各个参数很方便，蓝牙手机一连接 ，OK 就可以调了。舵机的话，这一面是35公斤的一个标准舵机啊，35公斤，对于一个实车大脚来说也是非常的够用了。并且注意，这是标准尺寸的用，你不用去为了换舵机
然后还要再换电机座什么的，对吧？来吧，上电演示。这辆车原厂采用的是 XT60插头的一个设计，如果你要自己去买电池的话，注意一下插头不要买错了哦。我们打开遥控器，插上电池，然后打开开关。哎呦，这风扇可真强劲，这声儿。这夏天玩指定不热呀，都能吹感冒了，我操！但是听着有点烦人啊，没办法，你要它风大，你还想让它静音，太难了。同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座机。座机的公斤数我刚说了，35公斤给它用，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座保有点松啊，你们看，座机臂是有劲儿来回能掰动的，但是轮胎由于摩擦力过大的话，还是会座保这边就会泄力。这个东西的话还是很有用的啊，我们正常的打方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去升级它这个座机了，够用。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动力啊，我现在是4S，100的油门。嚯，有点猛啊！这个动力我感觉就是延迟方面好像比之前强得多了，没有像之前那些慢半拍的感觉啊，就是说你给油，它那个动力能立马的跟着你的手的操作去放出来，而不是说缓一会儿啊。当然了，这个遥控器可能是还是有点影响了一部分的操作。我们看一下甩大饼能甩到多大，看看看啊。动力很猛，我已经期待夏季的感觉了啊。然后呢，这个车还是有车灯的啊，有车灯的，车灯还是可以用遥控器来控制的。前面的车灯的话，开关啊，前后是同步的啊，只能是开或者是关。防撞灯，晚上玩的话也不用担心看不见，省得自己去加了。再来细细的品一下它这个动力啊，原厂遥控器的虚位我感觉还是有点大。就是说现在它的低速线性这套动力应该是能发挥出来一些，比之前强太多了，也能到比较慢，但是因为遥控器的这个控制的精准度还是差点意思，所以说不是很好的去控制把它表现出来。好了，关于这辆车的一个基本的大概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我再来说一说这个，如果是看到我这个视频去买了这辆车的朋友啊，你收到车之后，你不要诧异为什么我这辆车看起来的线会整齐一些啊，因为我是自己拿到之后，我先把这个线捋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原来的那种白色的小扎带，我给它换成了黑色的，这样颜色看起来就好看一些。然后呢，这个电机的线它本来原来是这样横在这儿的，不太顺啊，我给它捋到了这边，然后其他的线也捎带手都该绑的绑，该藏的藏，这样的话整车看起来就会规整一些。如果是同样有点强迫症的朋友，也可以根据我的这样去给它放一下啊，这样看起来就能整齐很多。好了，那个本期的视频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下一期视频，我们出去实测看它的下力表现到底怎么样哈。